嗨，大家好。上一期视频给大家演示了我的一些剪辑视频的前期的一些思路和基本的一些过程。然后这一期我会来正式的开始和大家演示我用 PR 以及剪映这些软件来对视频进行剪辑，并且发布的一个过程。行，那我们直接开始。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首先，我们在电脑上建立好我们的项目目录，然后项目目录里面会有这些文件夹，然后把这些需要用到的素材都放到这个里面来。这个时候我们打开 PR， 如果您对 PR 还不熟悉的话，这边建议您先去 B 站或者是油管上面观看利友叔叔爱摄影频道它的PR 相关的一些教程，这边就不详细和大家讲解了。那这个地方我们先在 PR 里面新建一个项目，然后在这个项目位置这个地方选择到我们在刚刚建立的目录里面建好的项目目录，选择 PR。这样的话，项目的 PR 工程文件就会放到这个目录里面，方便您下次进行迁移。项目名称这个地方不一定是要非得用目录来命名，您也可以用其他的名字来命名。那我们创建，现在就创建好了一个新的 PR 项目，然后在这个项目的这个面板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需要导入媒体。导入媒体的话，这边我一般也会新建4个目录来用于存放我们的素材。一般我这边新建素材箱一般是新建一个序列，然后是原素材，然后是静态素材，最后是跑步数据。一般我是会新建这样4个目录，您可以看到原素材、静态素材和跑步数据其实和咱们的项目文件里面的这3个文件夹是对应的。也就是说，我会把我的就是比如说原素材打开之后，我会把这个原素材这些我的跑步时候录制的视频都会放到这个目录里面去。现在我的这个电脑拖动有点问题啊，我来用这个导入。你可以看到，就是我跑步时候录制的这些视频就都被导入进来了。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先新建一个序列。这个新建序列，您也可以在利友叔叔爱摄影的那个教程里面去学习到，我就不给您演示了。我这边是直接建立好了一个1080P 的横屏的一个序列。你看，有了序列之后，我们这个底下才能看到这个时间轴。看到时间轴之后呢，我们然后再把跑步数据给导进来，就是这个透明的视频。然后下一步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视频拖到这个时间轴上。一般的话，因为这个时间轴它是有几层的，就是它默认是3层，那我们一般把它拖到第2层，因为我们需要把它覆盖在跑步视频上面。然后拖上来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进度条，就是时间轴上面它是占满了整个时间轴的。看到它的时间是1小时03分46秒。然后这个时间轴的区域，您可以按键盘上的加号和减号来进行放大缩小，这样方便您随时调整。然后再下一步就是我们来导入一些素材进来看看啊，看看这些素材能不能排序一下。不能排序，那我们先找到，对，这应该是最前面的视频，我们把它先导进来看看。然后在这里就会涉及到一个您的每一条视频去和时间轴，去和跑步数据的视频时间轴对齐。这个地方给您介绍我用的一个技巧，就是您可以先听一下，来把声音放大一点。5点28分22秒。
我在每一个视频的开头都会录一个声音，就是我会说出当时的一个时间。您可以听到我这边说的是5:28分22秒。5:28分22秒。那您可以看到我的这个透明视频上面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时间5:22分49秒。那我们把它拖到5:28分。拖到5:28分22秒，然后把这个视频拖到这儿。然后这个地方它的对齐的话，还有一个技巧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声音的这个波形，这个5:28分22秒，所以说22秒说完了大概在这儿，所以我们把这个视频拖到这儿，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视频。5:28分22秒。您可以看到，现在的话，这个时间就是我说话的这个时间和透明视频上面的这个时间是对齐了的，说明就是我在拍摄这个视频的时候就是这个时间。那我们现在再找到正常的一个您需要剪辑的视频的地方，比如说这儿，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会把前面的这些不要的给它剪掉。这个地方一般用 PR 的一个快捷键就是 C Cut， 把前面的给它剪掉。那视频现在开头就是从这开始了。大家早。嗨，大家早啊！我这个地方我说了2次嗨大家早，因为有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可能我自己觉得表情管理不太好，或者说的不太好的时候，我就会重新说，然后把前面的给剪掉。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我会把前面的这一句给剪掉。这样的话，视频就会从这里开始了。嗨，大家早啊！2024年1月。那后面这就是我每次和大家打招呼的一个过程。然后说完了之后呢，在这个地方就可以把后面多余的也用同样的方法把它剪掉。那后面的视频也就是基本都是一样的了。比如说我再拖一个进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这一段，我在前面也是说了一个时间，大概在波形就在这儿。那我们听一下是几点？5:49分02秒。5:49分02秒。那我们再拖动这个时间轴，拖到5:49分。5:49分02秒。02秒。那这样就对齐了。当然这个地方，其实我们也不用说完全去把它100%的对齐，稍微有点不对齐也没有关系，因为有那么1秒钟或者0点几秒的误差是没有关系的。然后我们还是和前面一样，拖到您6.54公里，拖到正式内容的开始的地方，就比如说这儿，然后把前面的给剪掉。您可能有注意到，我在剪掉的同时，把上面的这个透明视频这一块也设置了一个剪切的点，这个我后面会来给大家讲解啊。然后这个具体的这个内容，这个视频的就是这个内容，我每一次都会可能很多就是这样去播放一下，然后去听一下其中的内容，会把其中有一些不要的内容给它剪掉。比如说这一段就有一段不需要的内容，您可以看到这个主要是看这个波形，看波形，您看这一段，它就是一个和其他的波形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地方，因为我比较有经验了啊，我一看就是知道这个地方是过了一辆车，然后
这个是车经过的时候很大的声音，然后我也没有说话，可以给您听一下。那这个地方就是过了一辆车，然后我也没有说话，所以这一段我一般会把它剪掉。我们比如从这个地方到这儿，把它剪掉。剪掉之后呢，直接选中这一段，然后按 Delete 键就可以把它删掉了。然后把中间的空白部分直接删掉，这样它两段就连接起来了。你可以再看一下，中间就没有这么一段了。可不可以穿碳板鞋？我现在和您说。那中间它就有明显一个跳的一个过程，这个跳的过程您可以，其实可以加一些特效啊，但是我一般是不太喜欢加的。加特效的话，其实也很简单，就在这个效果面板里面，视频过渡，找到这个溶解，我一般会用黑场或者是交叉。那如果用黑场过渡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放上来给您看一下。让我们来看一下。穿碳板鞋。我现在和你就是这样一个效果，它会从前面一个场景，然后慢慢的变黑，然后又切换到下一个场景，再看一下。碳板鞋。我现在和您就是这样一个效果。这个其实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也可以看到类似于这样的效果，就是两个场景之间切换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那最后就是还是和前面一样嘛，就是每一段最后在完了之后呢，也是把多余的不需要的把它给切掉。那后面更多的我就不继续给您演示了，就是不继续往里面插视频了。最后的这个结尾也就这样，然后再给您看一下我怎么把这个就是每一段视频给衔接起来。你看到我这边在之前不是给这个透明视频也切了一刀吗？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选中您不要的把它删掉，把这一段也删掉，然后把每两段之间的这个空白的地方选中，然后把它按 Delete 键把它删掉。现在您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前面的视频和后面的视频，它就衔接起来了。我们来看一下。都干6.54公里。你可以看到它就衔接起来了。那这就是一个剪辑的过程。然后我们再来把我之前有几期视频里面会有一些就是天气啊，包括最后跑完了之后的一个数据，我是怎么放的。我们先把这个天气它本来是这个样子的，是我用手机截图的。那最后我用 Photoshop 用 PS 只把这一块给切出来，切出来之后把它保存成了一个这样子一个圆角的一个矩形。那我们先把它拖进来。具体怎么切这一个我就不给您讲解了啊，这是一个 PS 的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操作。我们把这个静态的内容给拖到时间轴上面来，然后让它充满整个时间轴，这样它就一直在播放的时候一直在这儿，然后双击它，再把它拖小一点，把它放置到一个你想要的位置。我一般是放在这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嗨，大家早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这个视频里面就一直存在这个天气的一个截图了。